1974年，在印尼湿热的丛林里，一个赤裸的身影正用镜子反射阳光取火。他叫李光辉，是台湾阿美族人，却穿着日军军装。没人告诉他，1945年战争就已经结束。他像野人一样在丛林里躲藏了近30年，无法归家。他的遭遇是数万名台湾原住民被卷入2战的一个缩影。幸运的是，他活了下来。1895年起，日本就台湾实施殖民统治，原住民成了重点改造对象，被迫学习日语，改日本姓名，皇民化的口号铺天盖地，为天皇效忠的洗脑话术像藤蔓一样缠上每个部落青年的心头。离著名景点日月潭的水社不远，就是原住民赛德克族世代居住的雾社。在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中，赛德克族在头目莫纳鲁道的带领下，奋起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，发动雾社事件，杀死日本人130余人。他们将雾社全区占领3天后，又转入深山老林，在日本飞机、大炮的猛烈攻击下，坚持斗争1个多月，最终失败。雾社赛德克人总人口不过2100人，900余人战死或自杀。据说日本殖民政府动员台湾原住民到南洋热带雨林作战的想法，就是源自雾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的英勇抵抗。对此，日军和知英2参谋建议，原住民熟知丛林气候，又能以寡击众，如果能征召他们参加大东亚战争，应能有所贡献。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兵源枯竭，高沙义勇队诞生了。这里的高沙一词为日本古籍对台湾的称呼。然而，这种征兵又哪里是义勇？据说，部落里若凑不齐征兵数，整个村庄都会遭到报复。泰雅族青年被强征时，家人只能偷偷塞把祖传的刀，含泪看着他们穿上不属于自己的军装。据统计，共有2万多原住民被推向战场，大多数人连像样的训练都没有。因此，南洋的丛林成了这些台湾青年的坟墓。日本人认为他们熟悉山林生存，因此被派去最危险的前线当炮灰。军空降队48名队员执行特工任务，几乎全员战死。吕宋岛战场上，台湾青年林金龙因执行命令开枪射杀美国陆军中尉，战后被绞死，而下达命令的日军军官却全身而退。他的悲剧结局到底是平庸之恶，还是皇民化的恶果，似乎无人在意。这首名为《塔勒克沃》的歌曲曾助力科拉奇乐团拿下第3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、第13届金音创作奖评审团奖等音乐奖项。歌曲由乐团主唱夏子拉里佑斯独立完成词曲创作，讲述了夏子的祖父如何逃离最后一批高沙义勇队征兵，与同伴从台中走回台东部落的故事。但像他祖父这样成功逃离的原住民少之又少。日本后生省的数据冰冷刺骨，3万多名台籍日本兵战死，死亡率高得惊人，他们也并未获得任何官方补偿。更残酷的是战后的侮辱，日军把战死高沙义勇队成员的灵位塞进靖国神社，与东条英机等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并列，共同接受为灵祭祀，连灵魂都不得安宁。对此，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带着彝族一次次赴日抗议：我们的祖先不是日本人。那些被皇民化话术裹挟的青年，不过是想守护家园，却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和殖民统治的伤疤。
如今，台湾光复已经80周年，丛林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台籍日本兵的伤痛从未愈合。当今天的人们凝视那些泛黄的老照片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，更是被谎言碾碎的人生。铭记这段泣血的记忆，不是为了仇恨，而是为了告诉世界，任何以效忠为名的洗脑，任何将人当作棋子的战争，都永远不该重演。